俄乌战事焦灼的同时，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围堵也在不断升级。上周六起，立陶宛铁路公司通知加里宁格勒铁路公司停止过境一些受欧盟制裁的货物。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立陶宛铁路公司经营着连接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本土的唯一铁路线。加里宁格勒州州长阿里汉诺夫指责立方这一做法非法，并预计经由铁路运往该州的多达1半货物将受到影响。他表示，目前俄方正在制定回应措施，这有可能涉及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的整体运输体系。路透社报道，遭禁运货物包括煤炭、金属、建筑材料和先进技术相关物品。按阿里汉诺夫的说法，石油制品暂时未遭禁运，可在8月10号前继续运输。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发表声明，抗议立陶宛此举，并警告如果立陶宛不恢复运输，俄方将做出回击。俄方认为立陶宛的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律义务，特别是俄罗斯和欧盟签署的关于加里宁格勒州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土之间过境问题的联合声明。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此举是公开的敌对行为，除非立陶宛立即取消这些限制，否则俄罗斯保留捍卫其国家利益的权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立陶宛此举前所未有，是非法行为，俄方将此视作封锁俄罗斯的一部分。确实是从这个2月份这个西方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以来呢，实际上经济上受损最严重的州就是这个俄罗斯在欧洲的这个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因为这个加里宁格勒州它实际上是跟那个波兰、立陶宛接壤，那么它和俄罗斯本土不接壤，它的这个整个的进出口的运输呢，实际上是依赖这个，特别是陆上的进出口的运输是依赖立陶宛的铁路和波兰的铁路的。这个俄方现在它这样一个表态呢，是比较强硬的表态，虽然是比较强硬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可能也未必会采取那么强硬的这种措施。它其实可能还是一个对立陶宛采取一个对等的制裁、经济上施压的一个方式。有分析指，立陶宛如果继续利用加里宁格勒对俄施压，或将激起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强力反制。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的军事要地，犹如一个楔子钉入欧洲。这里是俄罗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更是俄罗斯制衡北约的战略要地。以加里宁格勒为原点，半径600公里范围内，就把波罗的海沿岸9个国家的首都涵盖在内。加里宁格勒距离最远的英国首都伦敦也不过1000多公里，在这里甚至不需要部署战略洲际导弹，只需要中程弹道导弹就可以将欧洲所有国家列入打击范围。另据俄新社周二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首个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于今年底进入战斗值班。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介绍说，该导弹的一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就在4月20号，俄罗斯方面宣称成功试射了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此次试射之后不久，俄罗斯电视台就播出了一段模拟在加里宁格勒发射这种导弹打击北约国家的场景的节目。本月2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没有人希望发生核战争，但宣称核战争不可能发生是错误的。本周一，梅德韦杰夫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现在与美国进行任何削减核武器的谈判都没有意义，让他们自己跑过来或者爬过来请求谈判吧。俄方目前对这个俄乌冲突的界定是一个比较低烈度的冲突，所以它使用的手段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它不会运用这个核武器啊，包括这个像生化武器啊这些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当然了，就是如果我们也不能排除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在一些极端的状况下，比如说这个北约军队直接参战，直接这个武力干涉这个俄乌战局，也包括这个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这个极端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个俄方考虑使用核武器。